男人钢琴手里冒了出来，就受到了正在洗澡的几位大姑娘的热烈欢迎。众人招呼了他一顿后，不但没处理他，还要把村里带三娃的小寡妇送给他。救命啊！有人耍流氓！正在下游洗澡的大小伙、老光棍们都来不及穿衣，拼命地往上跑。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敢偷看大姑娘们洗澡！老汉我也只是敢想想。至于是想去抓流氓，还是想跑快一点去看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的大姑娘们，也只有他们心知肚明。看到已经穿上衣服的大姑娘们后，大失所望，把悲愤化为力量全招呼到了陆枫身上。大家不要再打了，等下把他打死掉了。贵叔还有气，要不您给他来几口仙气？兔崽子给老子滚！马贵上前给了陆枫几个大逼兜后，陆枫悠悠醒来，看着马贵，我谢谢你哈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穿梭两界，空间觉醒绑定成功。陆枫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出现的面板，我穿越了吗？这系统也太垃圾了吧！就2个功能，等等，是储存空间，自己知道，就是一个放东西的仓库吗？是穿梭两界，意思是还可以回到2024年，那这样自己不是要发大财了？这年代可是遍地都是古董啊！没等陆枫高兴完，就传来了扫兴的声音：先把这流氓抓到大队里，你们快点去叫大队长。随后他们就押着我向队里走去。马小花看着一帮大男人走远，才小声地询问：小芒，刚才你没被这臭流氓占便宜吧？没有，就是在我脚下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费小萌不敢说，其实陆枫当时是抱住他的大腿，如花似玉的老姑娘。发生这样的事情说出来以后，哪里还有脸做人？陆枫被押到一个宽阔的场坝，随后大队长马通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朝着场坝而来。看到就只穿着红裤衩的陆枫，大队长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就是你对我们大队的大姑娘们耍流氓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耍流氓了？大队长，直接叫公安来，一小火棍把这流氓毙了算了。陆枫被吓了一跳，看着要打死自己之人。这是什么年代啊？这么野蛮的吗？自己就穿个红裤衩就要挨烧火棍？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瞎说什么？没调查清楚就定别人生死，人年龄不大，心怎么这么狠？年轻人，你是哪里人？陆枫还在愣神，没听进去。这时江明海一个大逼都甩到陆枫脸上。大队长问你话呢，你聋了？狐假虎威的江明海见陆枫冰冷地看着自己，又想再给陆枫几个大逼兜，让马通及时拦住。够了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人？他妈的，到底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？其实马通也很烦这个江明海，继续问陆枫：年轻人，你是哪里人？怎么跑到我们这山村里来，还趴在水里偷看大姑娘洗澡，耍流氓？什么？我偷看大姑娘洗澡？这可要解释清楚，在这年代，耍流氓可是重罪。大队长，我真的没有耍流氓，我实在是太饿，在河边抓鱼，一不小心就掉到了水里，等我醒来，就被水流冲到了这地方。大家基本上也都相信了陆枫所说的话，在这年代，大家都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好多人都偶尔悄悄地出去找点吃食，况且对大姑娘耍流氓，也不可能傻乎乎的一个人对着一大帮子人耍呀。那你衣服裤子呢？怎么只穿着一条裤衩子？衣服裤子估计是被别人偷走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！另一时空，今年是2024年龙年，我陆枫24岁，本命年，当然要穿红裤衩，这能告诉你吗？至于大队长，你刚才问我是哪里人，我是个插队知青，现在已经没有家了。大队长，我能够落户到你们大队吗？我不想回去了。至于身份证明，等我哪天回知青点，再给大队长您带过来，你看可以不？淳朴善良的村民都相信了陆枫的鬼话。大队长看着陆枫这个壮小伙，没做犹豫就答应下来。这大队里以后又多了一个壮劳力。就是大队里太穷，又没有多余的房屋，这人安排到哪里去呢？这时大队长看到了带着3个小女孩的柳如烟，眼前一亮。如烟，你家男人也走了2年了，现在你家也没有个当家的男人，这陆枫就安排到你家去住吧。什么？柳如烟羞红着脸不吱声。自从对象2年前去世之后，自己一个弱女子拉扯着3个孩子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孩子的爷爷奶奶重男轻女，叔伯们也是离得远远。陆枫看着这个估计刚20出头的小寡妇，这年代的人结婚都这么早吗？看着大女儿估计都有6、7岁了。如烟，那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你们几个意思吗？一定要我被当成流氓打死，你们才开心？随后陆枫只能找了2片芭蕉叶挡着，踉跄地跟着柳如烟4口回了家。就因在寡妇家住了1个晚上，寡妇的婆家却不乐意了。柳如烟，你个死不要脸的骚货，我儿子才死2年，你就这么着急找男人？柳如烟听到婆婆的声音就很是厌烦，低着头没有说一句话。3个小女孩吓得有些发抖。马老太看几人不说话，骂起人来更加肆无忌惮。我可怜的儿啊，被柳如烟你这个扫把星克死，现在又急着把野男人往家里带，你这个骚狐狸是想男人了是不是？柳如烟委屈的泪水像珍珠一样掉到稀饭里。2妹和3妹看着妈妈哭了，
也跟着哭。大队里听到有吵架声，大家都跑过来看热闹。陆枫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站了起来，来到这1.5米的小老太太跟前。你再骂一句，我把你嘴巴打烂！快来人啊，杀人了！柳如烟和他野男人要杀我啊！陆枫没动手，他一巴掌把这老太太扇死，提着老太太烟领子，想揪鸡仔一样就往外面走。这时2个在边上看热闹的中年人可就不干了。放下我吧！你这个外乡人，居然敢在我们大队动手打人，我看你就是找死！妈妈，陆枫叔叔要被打死了。柳如烟抄起一旁的家伙，刚准备上去帮忙，这时大队长从人群中及时出现。住手！谁让你们打架的？今天你们的工分全部扣掉。大队长，是他先动的手，你一定要处罚这个外乡人，把他赶出大队。我怎么做事还需要你教？你这老太婆自己是什么人没点数吗？去年自己的3个孙女饿得全身浮肿，差点死去，一家人都舍不得给柳如烟一点吃食。要不是大队看到情况，给了一点麦麸和土豆，估计一家人早就没了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这就是关心吗？小傻瓜，别哭，没事，就是被打了几拳而已。叔叔皮糙肉厚，你们很闲是不是？还不快点去上工！柳如烟，再次和你确认，你真的愿意陆枫落户在你家吗？柳如烟此刻羞得通红，低着脑袋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陆枫，出生年月报给我，等下就给你弄好。大哥，你这是闹哪呀？我还没来得及回2024年用萝卜章搞个假证明糊弄你呢。先不管了，随便先糊弄下吧。大队长，我叫陆枫，1953年2月1日出生，名字不要给我写错了。我可是受过小学6年的高等教育，不会给你弄错的。光国，等下你带着陆枫和你们去挑水灌溉农田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会带陆枫哥的。来到稻田边，陆枫看着绿油油的一片稻田，深深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。没污染的年代，空气就是香甜。开始陆枫以为挑水是个简单的活，等看见水桶，陆枫整个人都麻着了。2只木桶估计有30多斤，不说挑水了，光是抬着30多斤的水桶走一天都吃不消。果然陆枫挑水才不到半小时，肩膀就火辣辣的疼，就想马上穿回2024年去，再也不想回来受苦受累了。要是有抽水机或者潜水泵就好了，等我搞明白系统怎么用，一定搞它100几十台来。陆枫哥，吃不消了吗？光国，你们就没有想办法把河里的水弄上来？想了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在挑水吗？陆枫哥，我们真的想办法的啊。比较矮一点的地方，我们都是直接用木盆往上面舀水。陆枫无奈，低头时突然看着河里时常游过的鱼群，一阵眼馋。这可是肉啊！接着陆枫看到路边有一颗拳头一般大的石头，捡起来就往鱼群。附近的村民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陆枫。陆枫哥，鱼是可以用石头砸得到的吗？下一秒，众村民傻眼了，一条3、4斤的大鲤鱼翻着肚皮飘了上来。居然这样也可以弄到鱼！陆枫往河里一跳，水不深，岸边也才1米左右，3、4斤的大鲤鱼就被提着上岸。陆枫看着人群中的大妹3人，大妹，这鱼你拿回家去，中午和晚上让你妈炖了吃。好的，陆枫叔。3个小女孩高兴地提着大鱼就往家跑，谁知道没过几分钟，3个小女孩又哭哭啼啼地跑回来。陆枫叔，我们的鱼被别人抢走了。特喵的，老子都要饿死了，居然还敢抢我陆枫的东西！走，带叔叔去看看。3个小女孩在前面拼命地奔跑带路，怕去晚1分钟鱼就被吃掉似的。快追到村子里，陆枫才看到前面有一个大约10来岁的小男孩，手里还提着一条大鲤鱼。叔，就是他抢我们的鱼。小屁孩听到声音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撒腿就跑。爸，有人要抢我的鱼！陆枫都被气笑了。小屁孩还赶贼喊抓贼，几个大跨步就追上马昌兴，把抢过鱼。小孩子的东西你也抢，我要去告诉我爸爸。陆枫才懒得管他，提着鱼，带着3个孩子，径直地往家走。回家的路上，陆枫在村里逛了一圈，才找到一棵花椒树，摘了一把花椒，掐了几片五香草去腥，3下5除2就把酸汤鱼做了出来。柳如烟上工回来，看着一大盆鱼，大妹，这鱼哪里来的？妈妈，这鱼是叔叔在河里抓到的。柳如烟看着香喷喷的鱼肉，咽了咽口水，看着陆枫，对，是我抓的，大家赶紧吃吧。这时马通就背着手走了进来，马通看着桌子上的鱼肉，咽了咽口水。陆枫，户口已经给你弄好了，你们还没有吃饭啊？大队长，快点过来吃点，我们正准备开吃呢。今天运气好，在河里弄了一条大鱼，您赶紧坐下一起对付几口。柳如烟连忙给大队长盛了1碗鱼汤，还加了几块鱼肉。通叔，趁热吃吧，等下就有腥味了。马通假模假样的客气一番，端着碗就喝了几口鱼汤。这鱼谁做的？怎么这么香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？3姐妹一听，急忙的也喝了几口鱼汤。真的好好喝，酸酸的，能不香吗？这可是按照后世川渝酸菜鱼、河贵省酸汤鱼的做法。马通顺手递过户口证明，陆枫接过看了一眼。通叔，我怎么成户主了？马通喝完鱼汤，一脸享受。你不是愿意在这个家落户吗？你不是户主，谁是户主？柳如烟此刻双颊酡红，哪里还像一个生了3个孩子的妈妈，像一个怀春的少女一样。你们还不赶紧叫爸爸！
爸爸，爸爸，我只想有个容身之处，身份证明而已。这特么大，不是逼我喜当爹吗？1977年，这是个只有上宫才有公分的年代，公分就是一个人的命，没有公分真的会死人。上宫是不可能上宫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上宫的。等自己把抽水工具做出来，到时候看谁还敢说自己。并不是梁静茹给他的勇气，只因小伙是从2024年穿越而来，拥有现代知识的他刚把家里的小寡妇喂饱，就抬着一根大竹子来到了河边，后面还跟着3个小尾巴，爸爸爸爸的叫着。三妹流着鼻涕，很是好奇，奶声奶气地问：爸爸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等会你就知道了。陆枫先是拿刀子对大竹子一顿折腾，这时上宫的人也纷纷来了，对陆枫一阵好奇，也围了过来。陆枫哥，你抬个大毛竹来干嘛？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这时传来季公分马会计的声音：大家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点干活，等下我扣你们工分啊！生叔，你下次能不能来慢一点？陆枫，你今天早上打架不说，还早退，你今天和明天的工分全部扣掉。我和你没仇啊，居然这样搞我！要知道，在这年代，工分就是一个人的命，没有工分真的会死人。中午大队长过来都没有说要扣工分的事情，想不到这会计会来这一出。马会计，要是我今天一个人能干到10个人的活，你能给我记10天工分吗？大家听到陆枫的话都哗然一片，都觉得他在吹牛皮。要是你陆枫今天有这个本事，一个人能干10个人的活，别说10天工分，我给你记1个月。大家都听到了啊，这可是马会计亲口说的。有讨厌会计的人和想看陆枫笑话的人大声起哄：听到了，我们一起作证。马生爷爷坏坏，要扣爸爸工分。正在修补田坎的江明海机械地嗤笑一声：这陆枫就是个挑来挑去。别人为什么在挑水，他却在修补田坎，问就是有关系。有人：关国，你们几个去帮我找一块几10斤重的长条石头来，再找一根树藤。为什么要找长条的石头？因为等下好捆绑。陆枫把石头往河里一扔，大家都看得莫名其妙，这陆枫到底在干嘛？石头找来了又扔到水里。陆枫把衣服裤子一脱，穿着本命年裤衩，正在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啐了一口。大姑娘们羞红着脸别过头去：不要脸！这陆枫身材真好，居然还有肌肉，长得这么强壮。柳如烟这个小寡妇，这下子搞到事了，天天有饱饭吃。几个大姑娘听到这话，远离了一点这几个女流氓。陆光这骚包一个空翻扎进水里，惹得一声声叫好。关国，帮我把竹子放下来。马光国和几个大小伙连忙把竹子往水里放，把竹子口和大石头绑在一起之后，陆枫爬上岸。你们几个去打几桶水来。你们都不干活了是不是？跟着陆枫一起发神经病。胆子小的缩着脖子就离开，像马光国就不怕他，还是帮着提水。敢说老子是神经病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这老东西。几桶水灌进竹筒里，水满了出来。陆枫站到田里面，双手握住竹筒里的棍子往上拔出，水顿时流到稻田里。这神经病把刚灌进去的水又抽出来干嘛？这很有意思。突然马生就笑不出来了，这水怎么越扯越多？怎么可能？不是就几桶水，不应该早就没有了吗？陆枫扯几下就差不多1桶水的量，没几分钟稻田里水越来越多，照这速度别说顶10个人，50个都有可能。马生脸黑如锅底，冷哼一声，夹着尾巴跑了。马会计，记得给我记上1个月的工分。陆枫哥，我叫刘敬福，和光国是好哥们。哥，你能不能教我们做这个抽水头？想学，我教你啊。谢谢陆枫哥。这种抽水工具制作工艺比较简单，把竹子中间打通，上面开个大口子就可以。就是堵水用稻草有些漏水，但是也没办法，这年代缺布，人多力量大。长的短的抽水桶做了几10根，大家脑袋都转过弯来了。一些人在河里抽水，一些直接在稻田里面往上面又继续抽水。陆枫看到这场景，突然想到了流水线。陆枫正漂浮在水里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。捕鱼等级0.1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害得他呛了好几口水。这2天都忘记了还有系统空间这鬼东西，这捕鱼怎么变成0.1？这捕鱼等级到底有什么用呢？陆枫研究了好半天，最后才猜测到，这会不会和穿越2界有关？找个时间去试试。枫哥，快点上岸来，有大野猪从山上跑下来了。这年代有野猪下山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一个个大惊小怪。惊慌中，一个女子不知道是被谁挤掉进了河里。陆枫也不认识她，但也总不可能见死不救吧？一个猛子就来到岸边，托举着女子上岸。小心，你身后有野猪！陆枫还没有来得及回头，一股大力冲撞着自己后背，野猪和陆枫双双掉进了河里。陆枫顾不上身上的疼痛，迅速的出手拉住野猪后腿，拼了老命的往水里拽。野猪被抓住后腿，想回头咬陆枫，但是在水里，野猪还没有陆枫灵活，野猪掉头，屁股也会跟着掉头。陆枫双手又抓住他的后腿，水里出现了滑稽的一幕，一人一猪，2个在水里转着圈圈。特喵的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自己体力肯定没有野猪强，得想办法。陆枫一狠心，一个翻身
骑到野猪背上，砂锅大的拳头一拳拳的捶打着野猪的眼睛。野猪本来就已经精疲力尽，现在只能任凭陆丰捶打。古有武松打虎，今有陆丰打野猪。陆丰看着野猪不再动弹，自己才停下来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还愣着干嘛？拉上去啊！岸上的马光国他们才反应过来，一帮子人跳到河里，把趴在野猪背上的陆丰一扒拉推在水里。大家伙一二三的推拽着野猪上岸。陆丰在水里呛了好几口水。特喵的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先把我拉上去啊！岸上的大姑娘、小媳妇们被陆丰这句话笑得不行，紧张的气氛被陆丰和野猪一起上岸所冲淡。大家伙也不干了，抬着大野猪往大队里跑。走在最后面的江明海嘴里咒骂着：这陆丰怎么没有被野猪咬死？这家伙昨天晚上听说他在河里趴在费小萌大腿下，今年又救了费小萌，这陆丰真的是该死。柳如烟听到陆丰差点被野猪撞死，带着3个孩子急急忙忙地走到陆丰身边。柳如烟静静看着陆丰，欲言又止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。三妹看着妈妈在哭，也跟着大声地哭泣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陆丰抱起三妹，别哭，别哭，爸爸没事。刚被救的费小萌在远处看着陆丰抱着小孩，眼里刚亮起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。江明海见费小萌用含情而又失望的表情一直看着陆丰，心生嫉妒。可恶的陆丰，又被你装大了，我早晚要让你好看。小伙能从1977年穿越到2024年，也能从2024年穿越回1977年，只因小伙重生后获得了一个2届穿越系统。正在大队太公分猪肉时，一对痴眉善目的老夫妻正手牵手慢慢走近，在所有人眼中，他们是多么的恩爱，这不是每个人心中向往的爱情吗？双方能恩爱携手白头，此生不枉。老头子，等会见到柳如烟必须多了他点猪肉。那是必须的，回去时再去他家认2个鸡蛋。起因是陆丰今天徒手制服了一头几百斤的野猪，按照大队集体规矩，这野猪有一半是陆丰的，剩下的每一家再分掉。他们一家也是秉承一点不吃亏的优良家族传统来领猪肉的。陆丰见他们带着一家子走向柳如烟，心里急了，这一家子又要搞什么呀？蛾子早上来骂人，2个儿子还和自己干了一架，上午小孩又抢鱼。陆丰，我有几百斤柴火，我和你换几斤肉怎么样？马老四，你滚蛋！你把陆丰当傻子，几捆柴就想换几斤肉？嗡嗡的声音把陆丰吵得脑袋疼。特喵的，早知道不换了，直接拉到公社去悄悄卖。大家不要吵了，有吃食的优先换，其次是用的，最后才是不值钱的柴火。这时马贵挤了进来，陆丰兄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神经病，你谁啊？我刚穿越来，谁会记得你？陆丰兄弟，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你救醒的。对，昨天晚上就是你几个耳光把陆丰打醒的。麦平，你这个兔崽子还说我，就是你们昨天把我兄弟打晕死了过去。2人的相互揭短，惹得附近的人们哈哈大笑。陆丰也是被这2个逗逼给逗笑了。兄弟，我抓了有5、6斤黄鳝，你看能够和你换到多少猪肉？这家伙怎么会想到去抓黄鳝？在这年代有这种思想可不一般啊！你怎么抓了这么多？我不是看田埂到处是黄鳝洞吗？总是漏水，我就只能把它们抠了出来。我说呢，还以为真的遇到思想超前之人。陆丰估算了一下，现在这年代黄鳝和鱼的价格差不多，2毛1斤左右，猪肉7毛，还要肉票。算了，我吃点亏，谁让大家都是同族兄弟？你6斤黄鳝，我给你换2斤猪肉。多谢兄弟，我马上去给你拿。陆丰说完，马贵一溜烟就没了踪影。这时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挤了进来。陆丰，我这里有2只团鱼，能和你换野猪肉不？陆丰一看懵逼了好几秒，才反应过来，甲鱼在西南地区，好多地方都叫团鱼，有些地方还叫王八。爷爷，你有多少？小花，快点拿过来给陆丰叔叔看看。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吃力地提着一个木桶走了过来，小姑娘低着头不说话，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有些自卑。陆丰看到这2爷孙女这个样子，心里一酸，都想免费送他们猪肉，但是大队里大家都很穷，当着这么多人直接送不好收场。爷爷，给你换3斤猪肉。陆丰好不容易终于把大家应付过去，看着远处柳如烟和马老太太一家人在一起说话，心里多少有些难受。看来他们再怎么吵还是一家人，看来自己是时候要搬离了这个家。陆丰真的想给自己几耳光，多尔衮都做不到的事情，自己算个屁。不过还是勉强带着笑容来到柳如烟身前。马老太看陆丰不说话，用手掐了掐自己老头子的腰。陆丰啊，我们作为3个孩子的爷爷奶奶、伯伯、伯母和柳如烟说了一下，让你给我们家50斤野猪肉，这很合理吧？大家毕竟都是一家人嘛。如果他也答应，那这50斤野猪肉就当是还划新界限的代价吧。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柳如烟，你是怎么个说法？陆丰，现在你是一家之主，一切都是你说了算。刚才公婆和哥嫂和我说这个事情，我说我做不了主，现在你才是这个家的主人。3个孩子都紧张地拉着陆丰衣服，有人来抢爸爸的野猪肉，他们人微言轻，敢怒不敢言，只希望爸爸不要答应这么无理的要求。陆丰松了一口气，还以为一大家子人
合起伙来坑他。别说50斤，1两我都不会给你们，真的是笑话！动动嘴皮子就想拿走50斤野猪肉，你们连可真的！马老太听到陆丰不答应，顿时发飙。柳如烟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骚货，还和这个野男人睡了一觉，你就胳膊往外拐，自家人都不知道照顾。陆丰看着柳如烟被气得全身颤抖，想把这老太太扔出去，却被他2个儿子和儿媳拦着。陆丰，你敢动手，这厂办里我们好多族人会把你打个半死！你们臭不要脸的一家人，现在给老子滚远点！在这个小马大队，你是胡给我卧着，是龙也得给老子盘！话还没有说完，被陆丰抓住手指头一扳，痛得他马上弯下腰来。陆丰一脚踹向他的肚子，马海翻滚出去几米远。王莲妹看着自己老公被打，一边大喊，一边像个泼妇一样朝着陆丰身上抓去。杀人了，陆丰杀人了！陆丰一个闪躲，王莲妹摔了个狗吃屎。远处正在指挥大家处理野猪的大队长听到喊声，吓了一跳，以为真的杀人了。都给我住手！又在打什么？马老太看着不占上风，很是着急地对着远处喊道：马3、马4，你们堂哥被打了，你们还不快点过来帮忙！远处的2兄弟扭过头，装作没听见。这一家人什么德行，大家都知道。换成其他人，也许他们还会上去帮下忙，但是要打的人是陆丰，自己刚和他换猪肉，等下还要去拿肉呢。把他打了，自己一家老小吃什么？一天打2架。马翔，你们今天不用领野猪肉，回家去吧。凭什么？大队的东西又不是你马通私人的，马通欺负人了，克扣老百姓粮食，你不给我们家，我们全家老小要去公社告你。马通气得七窍生烟。好，你们去告吧。今天每家分2斤猪肉，你们家给我拿着滚蛋！你们今天打架，扣1天工分，不服气，你们不要说公社，去县里告。我马通判你就是你孙子。一家人看着马通这么强硬，也不敢再撒泼，真怕大队长以后针对他们家。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，陆丰心里一软。大队长，和你商量个事。你说什么事？大队长，这里还剩50、60斤野猪肉，你给我留个40斤就好，剩下的10几斤猪肉，麻烦你叫人帮忙，和剩下的猪下水，全部煮了，今晚大家一起喝口汤吧。你这小同志很有觉悟啊！大家今天不用回去做菜了，陆丰请大家吃猪肉，喝猪杂汤。整个大队的人一阵欢呼。小伙就算倒过来吃10斤干的，再加10斤稀的，也万万没想到自己随便用半斤野猪肉换的大花碗，竟是价值2个亿的古董。原因是小伙用刚打到的野猪肉换了不少物品，大花碗就是其中之一。和小寡妇依依不舍地告了别，就匆匆地提着黄鳝、黄八、野猪头和2个花碗和一个碟子，用系统穿越回了他2024年的狗窝。大清早，陆丰没有去喂鸡，而是躺在躺椅上拿着手机，看着小说，晒着太阳，一时躺平一时爽，一直躺平一直爽。这时，汽车的轰鸣声从远而近，一辆巧虎和一辆奔驰停在旁边的空地上。陆老板又开始躺平了。吴哥，你们这是来我这里搞团建？那这样的话，今天我可要收场地费的啊！今天你想收我们的费，赚我们的钱，没门！陆叔叔好。子豪，作业做完了没？陆叔叔，咱们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？随后几人哈哈大笑。陆丰真的是羡慕这吴兴国吴老板，45岁了，老婆现在才28岁，小孩都8岁了。陆丰扭头看到从奔驰上下来的2人，更加羡慕嫉妒恨。傅子峰，他有钱就算了，这次来钓鱼，居然又换了女朋友。吴哥，中午回去吗？不回去的话，老弟，我中午做个好菜给你们吃。什么好菜？你在山上打到几次了？哥，你可别乱说，我是守法公民，哪里敢去打这东西？我可不想去踩缝纫机。看你吓的，我就说说而已。吴哥，急死没有？有一个300斤的大野猪的猪头。得知，你没骗我，你可不要拿杜洛克公猪来蒙我。骗你，我是你生的，你给老子滚！想占你嫂子便宜是不是？走，带你去看。等在钓着鱼享受着女朋友投喂的傅子峰见2人偷偷地走进屋里，说道：特喵的，绝对有好东西，这陆丰也不叫我。一个翻身，傅子峰也跟着往屋里跑，打开大冰柜，一个30-50斤的大野猪头躺在里面。我操，真的是大野猪头啊！老弟，你是在哪里搞来的？这时傅子峰和吴子豪也跟了进来。吴子豪到处看了看，看到2只甲鱼，问道：爸爸，这是乌龟吗？陆兄弟，你这是野生甲鱼。低调，昨天出去了一趟，这些都是从乡下一不小心收来的。妈妈，叔叔家里有大甲鱼。李书瑶和张青岩听到吴子豪的话，都跑来看稀奇。陆兄弟，这2只甲鱼都卖给我，我给子豪这孩子补脑子，他成绩有些差。成绩差不是该给他多报几个补习班吗？补什么脑子？吴子豪听后一阵无语。吴哥，给我1只吧，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全不要了，买回去给我爷爷奶奶补脑子。2位老人家现在正在上老年大学，他们成绩有些差。在最终几人讨价还价后，陆丰以傅子峰4、吴兴国6的比例把甲鱼和猪头等卖给了他们。怎知傅子峰和吴兴国同样付了5000给陆丰，随后各自回去钓鱼。陆丰嘴里骂骂咧咧，但心里美滋滋。这傅子峰真的是个败家子，居然也给了5000块，这钱真好赚啊！本来还嫌弃1977年条件差，现在看来哪里差了？
1977年，遍地都是宝啊！随后陆枫就屁颠屁颠的跑去做饭去了。这是1977年的马会计家。明天我想去公社里一趟。去有什么事吗？今天陆枫不是做了一个旧水桶吗？我明天想去找公社书记，把这个方法告诉他，让全公社推广，或者全县推广。你是想冒领这个功劳？马生死死地盯着这个女婿，这家伙脑子很灵光，就是这件事风险很大，因为整个大队的人都知道是陆枫发明的。那我明天陪你一起去，给你作证，这抽水桶就是你发明的。谢谢爹，谢谢爹。另一边，陆枫已经把饭菜煮好了。吴哥、嫂子，你们过来吃饭了。几人来到桌旁，看着几盘蔬菜，辣椒炒野猪心。傅子峰指着黄鳝，有些嫌弃：“陆兄弟，这是你菜市场买的黄鳝，你说你搞几条水库的野生鱼多好啊！”陆枫服了这个家伙，免费给他吃，还挑3拣4。等下你最好不要吃。星爷，多吃一点蔬菜。陆兄弟这里这些蔬菜瓜果都是绿色无公害。陆枫看着这小两口，很是恶心，吃了饭还撒狗粮。吴哥、嫂子，你们尝尝这黄鳝，这可是山泉水灌溉的稻田里面的野生黄鳝，一点污染都没有，稻田里面都没有打过农药，是化肥。傅子峰听到陆枫这么说，马上夹了几块黄鳝给张青年。星爷，多吃点黄鳝，美容养颜，还补身体。陆兄弟，你这黄鳝味道真的不错，比我吃过的都还好吃。老弟，能不能帮老哥搞个几斤嘞？到时候我用来招待下朋友。吴哥，这我可不敢保证，到时候搞到给你打电话。来，兄弟，当哥的敬你一杯。刚才说话有点大声，哥哥给你赔个不是。刚才不是不稀罕吗？我看你比谁都吃得多吗？弟弟，哥哥错了。拍黄瓜吃的差不多了，盘子露出里面的花纹。吴兴国以为眼花了，擦了擦眼睛。老弟，你这盘子哪里来的？这盘子收野猪头的时候，在一个农户家里顺便收上来的。吴兴国用纸巾擦干净盘子，看了又看。你这盘子我在一个老哥店里看到过，你这可是好东西。吴哥，那你帮我看看，当初就几十块钱收上来的，现在值不值钱？不值钱就拿它继续装黄瓜。这陆枫真的是个妙人，一天天的什么事都无所谓的态度，年纪轻轻就加入了躺平大军。陆兄弟，你这盘子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个清中期的青花灵芝如意盘，民谣的，存世量还是有些多，不怎么值钱，3、4千这个样子吧。遇到喜欢的，估计稍微高点。原来这么不值钱啊！以前看电视不是说古董都是几百上千万的吗？这时吴子豪拿着一只花碗走了过来。爸爸，你看我这碗是不是古董？为了哄自己儿子开心，也要假装看一看。吴兴国本来只是想敷衍一下儿子，没想到这个碗居然真的也是古董。陆兄弟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去乡下收个野货，居然淘到这么多宝贝。吴哥，这个值多少钱？俗气，你这个人真的是俗气。古董这东西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吗？不用金钱来衡量，难道用尺子吗？到底值多少钱吗？清中期的碗，这东西真的太常见，值个3、500块钱。钱说的这么高大上，我还以为值很多钱呢。吴哥，你手上刚用来喝汤的那个大花碗也是我一起收的，你也长长眼呗。吴兴国原本也没怎么留意，被陆枫这么一说，也拿起一看。陆兄弟，你这只碗不会是你在网上买的吧？神经病啊！我花钱去网上买它干嘛？我钱多啊。陆兄弟，你这只碗我看外形和花色很像几年前苏富比拍卖的一只碗，这只碗我看不准，如果是真的话，你估计要发大财了。吴哥，那你看我这只碗，如果是真的能够值几十万不？你就不能大胆点猜，做个白日梦，胆子都这么小，怪不得你小子以前赚的几千块钱就知足常乐。2017年苏富比春拍，明轩得青花鱼藻纹1000口大碗，如果是真的，价值起码2亿。什么2亿？小伙用半斤猪肉换来的大花碗，竟然是价值2个亿的古董。但他朋友怕自己看不准，所以特意请了行业的大佬来帮忙鉴定。终于等到3位大佬来了，吴兴国和陆枫马上上前迎接。关哥，欢迎几位远道而来，晚上我做东，请几位尝尝巫山的家常菜。吴老弟，这是京城来的刘备刘总，这是张飞张总。吴老弟，你很会挑地方休闲啊，这地方山清水秀。关哥，哪天有时间也可以来玩玩。陆老板这里还是很不错的，都是绿色无公害食品，蔬菜瓜果。关老板你好，欢迎你们光临小店。陆老板好，你这地方很不错。屁大点的馆子，估计在这几人眼里，小店都算不上，还是瞧不起陆枫，一个野钓小馆子老板，能有几个钱？陆老弟，快点把东西拿出来给关哥瞅瞅。水库边钓鱼的傅子峰听到要验真伪了，马上跑过来。关叔，子峰，你也在这里钓鱼，陪小女友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你小子！陆枫抱着一个鞋盒子出来，首先拿出来的是盘子，几人都满脸失望。几千块钱的东西，真的是浪费大家时间。随后又拿出这价值几百块的碗，几人再有涵养，都想破口大骂。最后看着陆枫小心翼翼拿出来的碗，几人不耐烦的表情，随即大变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3人拿着各种仪器仔细的观看。关羽和张飞看向刘备，张飞年轻，有些沉不住气。刘叔如何？刘备点了点头。今天一定要拿下这东西。陆兄弟，你这东西不错，有没有出手的打算？我们都是在巫商这座城市，大家都应该相互照应。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
尽管和老哥说。关羽直接开门见山，怕等下晚了被旁边两人抢走。陆枫听到关羽这么问，就知道东西是真品。关老板，既然我把它拿出来，那肯定是要卖的。这时旁边的张飞急了，陆老板你好，我是京城张家古玩的张飞，看着陆老弟你年纪也不大，我今年也才30岁，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叫我一声张姐。陆兄弟，你不要看我60来岁了，但是我还有一颗年轻的心，你不嫌弃的话，叫我一声贝哥或者刘哥都可以。陆枫真的是服了这些人，刚才不说一个个鼻孔朝天，但也是对自己目中无人，现在一个个的又这么舔。一群小样，刚才不是还看不起我吗？3位，碗我是愿意卖的，你们自己出价吧，我对这碗的价格也不是很懂。陆兄弟，你这碗保养得很好啊，你今天是不是刚擦过油？谁会想到刚刚吴兴国还拿着价值2个亿的碗喝过蛋花汤呢？那个，我有些口渴，我去拿瓶水喝。吴兴国也不问众人渴不渴，说完就跑。伯伯，那不是陆叔叔抹的油，是我爸爸用来吃饭喝汤弄的。吴子豪很骄傲自豪地把老爸出卖了，搞得三妮眼看我眼。暴殄天物，真的是暴殄天物。陆兄弟，你这知名宣德清华鱼藻纹石零零口大碗，2017年的时候，苏富比拍卖2.02亿含税，你这只的话，老哥我给你2.2亿，税我自己出，怎么样，老弟？这价格很公道吧？关羽开口就是2.2亿，都把在场的人吓得不行。当然，刘备和张飞除外。陆兄弟，我张飞出2.3亿，我大老远的从京城过来，不容易，你就把它卖给我吧。陆兄弟，我刘备不是小气之人，像某些人挤牙膏一样加价，我出2.5亿，税算我的。以后陆兄弟你还有什么好东西，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，价格保你满意。关羽见状是那个气啊，刚才在自己店里，两人对自己还是兄弟相称呢。我出2.7亿，我2.8亿，我出3亿。他们再这样叫下去，我以后来钓鱼是不是要带先礼品来？毕竟以后陆兄弟地位身份不一样了嘛。算你狠。3.2亿，要是刘叔你再出价，我就拱手相让。年轻人，算你狠。2位哥哥不出价了吧？那我就卖给张姐了。张飞手心里都是汗，紧张地看着两人，见两人久久不语，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张姐，转账吧。爸，我在江南省淘到一件宝贝，你给这个账户上打3.2亿。张爸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，说淘到了宝贝，很是开心。现在店里宝贝越来越少。好，我马上转过。你刚才说多少？3.2亿。张爸反应过来，正在泡茶的紫砂壶差点掉到地上。爸，你没听错，就是3.2亿。女儿，你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爸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刘叔和关叔都在的，你不相信，我挂了给你视频电话。爸，您现在相信了吧？您老人家看这是什么？怎么有点像明轩的金华鱼大口碗？不是像，就是您看这品相，是不是比以前出现过的都还完美？张飞啊，这东西太完美了，会不会是赝品？不会你和2位叔叔也被一起绑架了吧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。好，这就给你打过去，我和你爷爷马上过来。1分钟不到，陆枫就收到短信提醒，到账3.2亿元，余额3.2亿01万2058元。陆兄弟，以后收到好东西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3位热情的招呼告别，完全没有了刚来时的傲慢。装，这些人真的太能装了。吴哥，你们也要走，不再多钓一会，我今天不收你们钓鱼费。没兴致了，看到你发大财，影响到了我们心情。特喵的，你们就是羡慕嫉妒恨。随后，陆枫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去市场买些东西，带回1977去。另一边的1977年，江明海为了冒领陆枫的功劳，却在公社门口遇到了贾领导。怎知贾领导骗到技术后不放心，以防万一，竟派小弟到小马大队核实情况。韩三来到大队里，只有一帮小孩子在玩耍。小朋友都过来吃糖。韩三每人发了1颗。小朋友，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大队真厉害，都有抽水桶，你们知道是谁做的吗？我知道，是我爹爹做的。对，我爹爹、我叔叔都做了。小朋友们，是谁第一个做出来的？我哥哥、我爹爹、我叔叔。韩三听后扇了自己几个耳光。哎呦，浪费老子2毛钱的糖，问这些几岁的小孩，能问出个屁来？这时，韩三一激灵，抢回发出去的糖，就迅速骑上28大杠跑了。几个小孩一脸懵。大姐，这叔叔好像玩不起。大妹连忙点了点头。